他很好奇说，这只是很单纯一段时间就会被拿出来的有趣的讨论，或者这个东西包含可能是大家有默契的，开始要把一些合作的关系慢慢台面化。这部分明杰老师你怎么看？对，美军来台哦，其实有几个不同的层面哦。第一个就是说，过去对台军售有所谓的这个技协哈，就是技术协助哦，这样的人员。那第二个层次是说，过去当然台美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访问交流也有，但是这是动态性的啊，不固定式的。但是这一次哦，这个《华尔街日报》曝光的是说，每年有24名哦是固定常驻在台湾，而且是轮调哦。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比较像是所谓的驻军哦，那意涵又完全不一样哦。好，那我先谈一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在台驻军哦，过去是不是曾经有过哦？其实这几年台湾媒体也都陆续引用一些外电，其实都报道过哦。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确切人数跟相关的部队是哪些哦，并没有非常明确。不过整体上来讲，我如果引用一位哦，就是说这个美军的前海军上将哦，一个叫 Stavridis 哦，他是前北约的最高指挥官哦，他在谈到过去哦，这个美国在台驻军的一段历史哦，他就引用说，他40年前哦，从美国海军官校毕业之后，本来被指派上一艘驱逐舰，而这一艘驱逐舰未来要去这一个执行任务的一个目的地是台湾的基隆港啊，也就是说那时候这一个台美之间还没断交，1979年的那个当下啊，等于说美国本来第7舰队这个从过去杜鲁门中下令啊要协防台海之后，本来就常驻在台湾基隆跟高雄港，所以当时过去来讲，台湾看到这个美国的军人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哦。那包含像台中清泉岗都还有 B-52这个轰炸机进驻，那台海等于说过去第7舰队每天都有固定1到2艘是在台海巡弋的哦。那当然双方断交之后。过去40年来，这个刚刚讲的这一名这个 Stavridis 这一位上将，他讲说，他刚好在1979年，那本来这一艘美军的驱逐舰是要开到基隆，就突然下命令转往菲律宾，也就是说，他用这一个他过去亲身经验说，过去40年来，就算他自己是美军的上将，也都没有耳闻说有所谓的美军驻台哦这样的一个事实，而这一次。有这样的曝光的消息，而且不是只有一家，因为随后这个英国的经济学人哦这一个杂志也曝光，而且特别引述五角大厦一份2021年6月30号以前的文件啊，基本上引用文件。它的可信度当然就相对更高哦。那说其实驻台有23名啊，本来是24名，它修正成23名，那中间还包含有2名的这个海军的官员，5名的空军官员啊。那当然这个部分也有可能是。AIT 新管啊，进驻派遣在里头的这个包含像这个联络官啊，甚至是像陆战队的部分是警卫啊。那当然，这个跟先前这个《华尔街日报》谈的说所谓特战部队进驻台湾，又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意涵啊。那特战部队进驻台湾，其实就我耳闻的啊，就过去来讲，我们最早其实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就说，其实先前这个蔡英文总统好像到新竹的这个乐山基地去看的时候，发现说，长城预警雷达基地照片后面看到就是有美国人嘛，不是早就进驻了啊？那曾经过去来讲。像台湾跟美国采购爱国者飞弹、爱国者3型飞弹，其实同样的也会有美方的技术人员，所以像长城预警雷达这些就是所谓的技术协定的这个技术顾问，那他们有些不见得具备军职身份，那跟这次外传所谓说真正美军的特战部队又不太一样。那过去我们在军中长期采访，其实也经常听到有美军的官员来台，那包含像。过去台湾跟美国同样采购阿帕奇直升机，我就有听过说，这个曾经在阿富汗实际战场作战过的这个阿帕奇的飞官就来台啊，那协助台湾的这个陆航来进行协训哦，那甚至传授给他们一些这个阿帕奇直升机的操作跟攻击的这些技巧，但是这个可能都没有见诸报端哦，所以这样的状况其实应该早就有，那只是说这一次如果是以一个小部队的一个方式，而且用一个比较定期而且固定式的方式，那就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所以刚刚这个我引述的这个 Stavridis 这位上将，他说，如果真有这样的特战部队驻台协训的话，那代表台海情势的确有非常大的转变，也就跟过去40年的确完全是不一样哦。那回到特战部队来台协训，可能有哪些部队哦？基本上来讲，其实美军自己内部有时候都不甚曝光，因为就我看到的讯息，2019年其实美军的陆战队，他在这一个美国有一个叫这个帕萨迪纳的地方，他刚好在迎接说，有200名的这个陆战队
过去1年在印太地区那进行所谓的机密的演习，那这时候回到美国，那机密演习的地区包含像这个日本，包含像菲律宾，还有台湾，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曝光说，好像美军陆战队可能也有来台湾进行所谓的机密演习。那后来到这个同年，也同样美军的陆军它的一个特战的第1群，它的一个官网发布了一段影片，那这影片里面就被这个台湾的眼尖网友发现呢，这个居然是这个场景中间居然也有台湾的特战部队，而且这个后来双方联合登上了这个黑鹰直升机，而这黑鹰直升机就是在台湾的黑鹰直升机，所以可以想见，2019年这时候其实是川普政府任内，双方已经在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军演，而且这一个操演的一个名称就叫互动操演所以变成说似乎已经有一个例行性的一个小部队的演习，在美军来台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特战的协训。那另外还传出说，包含像这个美国海军最这个尖锐就是说这个海豹部队 SEAL， 那这个海豹部队也有小部队来台湾，然后在澎湖那跟台湾的这个陆战队在进行所谓的闪光操演，这些讯息其实都已经陆陆续续曝光过。好，那为什么这时候这个《华尔街日报》又曝光了这一条消息？那接着又有其他媒体跟进那引发整个国际的一个关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时间点，我认为才是真正背后的一个重要意涵那因为这个时间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攻击大规模149架连4天的一个方式入侵台湾的西南空域这样的一个大动作，那引发国际关注，认为说这个中国对台这个用武力并吞的企图似乎越来越强。那这时候华府的媒体曝光这样的讯息，当然背后当然也是一个政治反击的意涵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讯息曝光之后，其实有一个北京大家外界观察的反指标就是这个中国环球时报这个总编辑胡锡进马上就出来喊话说，好，这个你今天如果从24人变成240人进驻台湾的话，我解放军的战机又要来轰炸台湾每就讲这种呛瞎的话。但是后来你发现经济学人随后曝光的这个文件里面讲说，去年1年度就有高达3500到4000人的美军官员访问台湾所以这个其实远远已经超过它界限，那可能他的这个底线又要再度重划。但是你从这个地方回去观察他为什么要讲240人？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这个北京在台湾这些所谓的潜伏的这些这所谓的人员早就已经大概都已经掌握说美军其实在台有这样协训的一个小部队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他也这个北京也早就掌握，但是他担心的是说，今天美军进一步增加这样的一个规模跟员额那甚至把它公开化，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北京下不了台阶，第二个也是他最担心的一个美军驻台的底线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美国一直长期维持就是美国对台军售，那这几年来开始有美国军舰穿越台海，那像去年、今年分别都有美国军机降落台湾，那接下来如果美台的军事合作要升温，当然就几个指标，另外一个就是美台的联合军演，那再来最后，当然对北京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如果今天美军直接进驻台湾那对他来讲，他可能是一个无法这个突破的一个难题。那这个动作当然他也一直持续在观察，所以这次为什么曝光这个消息，其实当然华府也有意识透过这样的一个政治手段，在警示北京，就如果你今天对中国对台又持续的步步紧逼的情况之下，很多事情过去我们只做不说，还给你留点面子，未来我就直接曝光，让你连面子都没有。那接下来如果你还持续这样的动作，那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在台协训的规模人数直接把它提升跟扩大，让你这个北京也不知所措所以这双方当然是有一个这个政治博弈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曝光其实才是真正的重点，而美军对台的这一个协训基本上来讲早就在进行，那更不要讲台湾派员到这个美国去进行，不管特战也好，甚至海豹部队，我们这个很多的军官其实都已经升到上校都有那特战部队升到将领的都有。其实过去到美方绿扁帽部队去共同的受训，或者海豹部队，其实早就已经存在这样的事实那现在只是进一步，美军直接进驻到台湾，那用小部队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军事上也在防备，就利用像特战部队，因为它是一个非正规作战当然也是在因应这个中国对台采取这种所谓非军事的灰色行动，那如何进行这样的一个反制我相信军事上也存在这样的意涵，但是整体上来讲，我们看到双方这些动作基本上都是在政治跟战略上进行博弈。是。